不知不觉，你们都跟了我有这么多年了，现在我就要死了，也该给你们点东西了，免得你们在我死后遭人欺负。我要给你们的东西都已经提前放在里面了，老大，你来打开。老大，这是给你的。师傅，那我就走了。老二，这是给你的。拜见殿下。我那位亲爱的师兄呢？刚刚才离开，老奴已经差人去追了，沿途会留下记号的。殿下，我们是现在就去追吗？我这位师兄也不简单，让人去追吧，我们先等一等。我就留下来等一等我的师弟吧，毕竟大家一起生活了5年，怎么也该由我这位师兄来亲手送他上路啊。老三，这是给你的。师傅，你睁开眼睛看看，我可是你最疼爱的老三啊！你怎么能这么偏心呢？虽然我来的最晚，伺候您的时间最短，但你也不至于把最差的东西留给我吧？你还记不记得，在您卧床不起之后，其他2位师兄嫌脏，一直都是我给您端屎端尿，给您洗屁股的。我一把屎一把尿伺候您活到现在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呢？你那2个师兄那么干脆果断，怎么就你婆婆妈妈的？行吧，既然你不愿意接受我的安排，那我也不强求。师傅，你好生偏心啊！你能给大师兄拖延时间，难道还能猜不到现在外面的局势吗？二师兄那个老阴，现在肯定带人在外面堵我。我要是就拿着这本养生术出去，一定是被杀人夺书的结果。这是你的事情，你没有后手准备，来找我办什么事？如你所见，我已经是眉毛以下都入土的将死之人了，我能帮你干什么？我就算给你更好的传承，你也拿不住啊！再说了，以你的资质，养生术就是最适合你的了，练别的功法就是在浪费时间。你只不过是个凡人，难道还能在这最多1刻钟的时间里变强，然后出去横扫一切吗？这的确是个问题。师傅，虽然我不是二师兄那种有着深厚背景的人，但我也有着做人的尊严，哪怕是战死，也绝不允许自己遭遇生不如死的对待。没想到你居然还有这样的心气，你想怎么样？我从别处听云，师父手里有一门极为蛮横强大的咒术。你说的是死咒术？可以吗，师父？行吧，我可以给你死咒术，就当做是养生术的替换吧。
谁让你看不上这门养生术呢？引气入体，以身为引，沟通天地，咒杀千里之外的敌人。死咒术堪称是世间一切咒术的顶峰，可以如同寻常咒术一般，使用他人发丝、血液、皮肤碎裂和贴身之物等东西隔空杀人，也可以隐身杀人。要使用死咒术，媒介相当重要。这媒介可以是施咒对象的头发、血液等物，也可以是你的目光。这岂不是说，只要我看到敌人，然后发动咒术，就能取人性命？的确，这门咒术就是如此霸道和强大。但使用死咒术不是没有代价的，代价就是你的寿命。要杀死施咒对象，需你拿自己的命来换。而在这个过程中，很多因素都可以影响到最终结果，比如因果、气运、身份影响等等。以你的命格和剩余寿命，最多可以杀外面3个人。你如果想杀老二，你被死咒术反噬死了，恐怕也杀不了他，最多只能断去他的位移道那条图，让他在几十年后的病榻之上凄惨死去。怎么样？现在还敢用死咒术出去搏命吗？敢，有何不敢？我宁愿站着死，绝不跪着生。老东西的吓唬，我甚至有点想笑。身为带着无限寿命的穿越者，我已经在这个世界苟了50年了。既然你已经得到你想要的了，那就去拼命去吧。师傅，养生术是不是专门用来养生延命的？或许可以，不过没人试过。你倒是有几分小聪明，可惜太过贪心了。我这里的规矩是你们一人只能拿走1本，你已经从我这里得到了死咒术，难道还想……如果他非要不依不饶的话，那我也只能是让他吃一剂死咒术了。师父是隐士高人，据说曾经也是这一方世界呼风唤雨的大人物，面对这种大人物，肯定不能小觑。要不起步就拿1000年寿命试试水？不，这实在是太看不起师父了。我只是个普通凡人，唯一的手段就是死咒术，只有1次动手的机会，不是1次杀不了他，到时候死的就是我了。我现在是典型的功高血薄，出手绝不能留手，必须要保证能够一击必杀才行。决定了，一出手就是10万年寿命，不，100万年寿命。等等，感觉还是不太保锁，要不还是直接上1万亿年。师弟，你怎么鬼鬼祟祟的？难不成是怕师傅吃了你？二师兄，原来你这么有钱啊！那之前还跟我们抢什么西周野菜？你找死！哎，动手！这么果断的吗？师傅还没咽气呢，二师兄你就要同门操高，是否太过心急了一点？呵呵，骗谁呢？倘若师傅真的还没咽气，你又怎么会出来？在里面磨蹭这么久，你不就是为了能够多活一会儿吗？你的这种小聪明骗不了我，给我上！刘阿婆扁担里豆腐猪，我知道老二的身份不一般，在这青石镇里安插了不少人，我也发现了不少，可我没想到你们居然全都是他的人。感情整个青石镇都是他的人，你们只是在演戏。什么大型 cosplay？ 不错，这么多年里，整个青石镇早就已经被我的人手逐渐替换了。若不是为了在老头子面前演戏，我根本不用受你们的侮辱。一定要同门操戈，弄出血案来吗？我所得的，
不过只是一门区区养生术罢了，甚至还不如你的一根法。想要的话，你不能直接说，何必非要把事情弄得这么血腥，弄得大家脸上都不好看呢？你以为我在意的是那本区区的养生术？不，我在意的是我的脸面。所有知道我这段屈辱历史的人都要死。好吧，看起来似乎都是死士，哪怕知道会被抛弃，也没有任何道理，实在太忠心了。那就没办法了啊。师父没骗我，这死咒术操作起来的确简单。怎么可能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张公公！无限寿命，果然一点副作用都没有。是他，都是他在搞鬼！这小兔崽子果然还留了后手，我得赶快开溜了。不要杀我！给我一个不杀你的理由呗。你不能杀我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知道我是什么身份吗？动了我，只会给你带来无边的麻烦。我可以向你道歉，并带你进入一个你之前从未想象过的圈子。希望这东西不是认主的吧？哼，还真就差点让你翻盘了。这玩意儿，该不会就是储物戒指吧？可惜，我现在还是个凡人，根本无从确认，更别说打开里面的空间了。这方世界的修炼体系和法门，都是如此神奇的吗？一门看起来不怎么好的一根法，居然就如此。一根法，讲究的是将自己的精神化作一枚种子，种入身体之土壤之中，犹如种树一样，让这精神种子生根发芽，并最终成长为参天大树。这成长起来的精神力非常强悍，可以和修士修炼出来的神识相媲美，有着种种妙用。其中一种用法就是像修士的神识一样外放出去，用作搜索和探查。死咒术固然强大，可惜目前还是有着很大的缺点，那就是媒介只能依托于他的目光。一旦敌人绕到他的背后或其他死角偷袭他，他就没有办法。如果我能练到那种境界，岂不是可以弥补死咒术的目光媒介缺点？敌人若是躲在远处，或藏身于障碍物之后，他也拿对方没办法。可要是有了精神力，那就不一样了。从这方面来看，死咒术和一根法似乎是互补的。
养生术竟然能和死咒术互补，它可以弥补死咒术透支的寿命。但现在看起来，一根法和养生术也是互补的。养生术具体原理是增强肉活性和坚硬程度，以此来达到养生延命的目的。根据养生术的记载，可以化更到最高级飞龙土壤，而好的肉身可以吸阵法，居然不都可以互补。那么大师兄取走了太极仙经，那本仙经可以与我手里的两术一法互补吗？互补之后又会达到怎样的结果？师傅，我现在算是明白，你为什么对我同时取走养生术和死咒术这件事情如此介意，甚至不惜撕开伪装，对我表露杀意了。因为我同时取走2门术，已经可以在实际上尝试两术互补了。再加上堵在门口的二师兄以及他所持有的一根法，在师父眼里，这名男子必死的情况下，很可能让二师兄及其背后的势力凑齐两术一法，并发现这些术法能够互补的真相。继续往下思考，那事情就很有趣了。而根据这名男子的观影经验，像他这种实力不强、独自一人却不小心发现了真相的人物，接下来要面对的就是来自幕后黑手的灭口。不妙的感觉越来越重了。你这是怎么了？你怎么会到现在还活着？殿下他们为什么没有来支援我们？你把他们怎么了？回答我的问题！没有力量，拥有再坚定的决意又有什么用？没有实力，在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什么都不是。不过现在去，应该也已经晚了吧？想要开启养生术的修炼，少不了各种可以温养肉身的药材。想要达到更高的境界，更是需要传说中的各路天材地宝，这都不是我目前可以得到的。相比起来，一根法的修炼更注重自己的内在，随时都可以进行。他虽然拥有无限的寿命，但这也不过只是寿命罢了，并不能给他带来不死之身。疾病、战乱、抢劫、帮派，乃至高高在上的仙人，能够杀死他的东西实在太多了。他拥有了长生道果，但目前还缺少一点护身的手段。接下来就是要慢慢等待种子的生根发芽了。大师兄的人再次接应，刘罗国惨败，死尸被抛尸野兽吞吃，而他们早消失无踪了。老大、老二身份都不简单，身边更是高手如云，势力不小。想要查出他们的身份，必须得借助大势力才行。可这些人身份不一般，我若是贸然去查，很容易引起他们的警觉，甚至反向查到我的头上。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我目前还是太弱了，缺点太致命。我虽攻击力强，却只能占先手，挡不住明枪暗箭与江湖毒药。
至少得等我一根法和养生术大成，才能不惧宵小。一根法日夜不做，希望能尽快让这精神种子发芽。天地灵气，引而为用。能够增强精神的药物实在太过稀有，药铺老板连听都未曾听过。好在养生术让气血充盈，肉身反哺之下，精神种子终于发芽了。这些功法之间果然是存在互补关系的，一起修炼效果最佳。只是不知道这些功法当中最好的太初心灵又是什么样的。3天后，我终于来到了目的地玄泉驿。6年前，我在此遇到了一个号称白晓生的江湖奇人。哎呀，这位公子惊为天人啊！千万别走，老夫今日非得给你算上一卦不可。我最喜欢的就是寻仙问道了，不知你能否为我指引我的仙路何在？在青石镇拜师。如果我真的不小心卷进了什么阴谋党传说当中的话，那一切问题的源头绝对是在白晓生这里。这副面容连大师兄都认不出，就以此再去会一会白晓生吧。客官，喝茶还是吃饭？小二哥，我想问一下，这里不是白小楼吗？怎么变成茶楼了？这里曾经的确是白小楼，只是后来改做茶楼了。这里一直以来都是茶楼，只是6年前，一个不知道打哪儿来的算命先生突然找到我家掌柜，说是要租用茶楼一段时间，他给的钱足够买下整个茶楼了，却只是租用几个月，我家掌柜自然欢天裂地。到期之后，那个算命师就消失不见了，茶楼重新开业，一直到现在。他自然不会就这么听信一面之词，接下来问过不少人，结果所有人都告诉他，白小楼才是短暂的过往。不妙啊，不知不觉间，居然就落到了别人的算计里。之前的我就是个凡人，白晓生为什么要针对我设下这个局呢？我有什么值得这些人惦记的？难道是我长生不老的事情被他们发现了？如果真被发现了，那就麻烦大了。这是不可能的。如果我这个长生者的身份真的被他们发现了，那他们根本不会跟我绕这么一大圈，直接把我抓走，然后拷问，甚至上诉搜魂，这不是更简单一点？如果真的有人发现了这一点，放眼全世界，没人能够忍得住不对我下手。如果不是因为发现了我长生者的身份，那难道是我真的骨骼惊奇，面相独特？这个猜想或许才是真相。这时间对不上，或许我只是他们随手撒网抓的小鱼而已。我才来了5年而已，在我之前，大师兄恐怕已经伺候了那个师傅长达10年以上。先做个实验，控制一下变量。这位客官，请问是有什么事吗？小二哥，我想问一下，这里不是白小楼吗？怎么变成茶楼了？这里的确曾经是白小楼，不过现在已经改成茶楼了。
意料之外，情理之中。怪就怪我当时没有防人之心，居然就这么被骗了。那个白小楼是欠了你们钱吗？还是怎么了？这样的话，你们应该早点过来找啊！现在这都多少年过去了，哪里还能再找到？一个时辰前，有个小哥也像你一样过来找我问白小楼的事情，他还接着问了很多人呢，就为了搞清楚白小楼的事情。他人呢？不知道，我记得当时他是往那边问着过去了。对，那小哥就长这样。这次终于是划对了。山高林密，基本上没人能发现我。只要有人敢靠近，我就一定能发觉。奇哉怪也，居然真的没有人一直在暗中监视着我。吃完那些药材之后，我的肉身强度已经到了打碎树木巨石的地步，精神种子也终于成长了，还发了芽，抽出了一小片弄叶。可我这1年多时间来，却从来没有被神识探查的感觉。要么就是真的没人关注我，要么就是有人监视着我，只是我根本发现不了。被迫害妄想症害人啊！如果真的有人一直在盯着我，那应该早就发现我几乎不需要代价就能用死咒术杀人杀野兽，而只要那个监视者不蠢，就能推测出我的寿命有多离谱。想到这些之后还能忍住不对我出手，那只能说明他是个傻缺。线索无，方向确定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他们为什么不监视着我呢？再往下思考下去，就要彻底脱缰了。目前无法论证的事情，想再多也没用。自己本身的硬实力才是最重要的。普通药草已经没办法支撑我继续往前走了，终于是要进大地图了吗？那就让我们玩的再大一点，直接去皇都吧。第一站先买个地图，不然连皇城在哪都不知道。廖老板，坏了，我的钱1年前就花完了。没办法，只能想别的路子了。总算把地图钱凑出来了。那些大城里居然有非洲服务，倒是挺方便。先去最近的大城同兆城。一路上的花钱用度倒是个麻烦，有时候看到了欠揍的人，结果反而引来了更大的麻烦。我就不小心打了个当地郡守的儿子，最后实在没办法，我给满地尸体鞠了3躬之后，只能转身离开。这的确是前所未见的大城。
真正具有超凡功效的灵药，还有一瓶一瓶的灵丹。头一次觉得自己像个乡下要饭的。哎，别乱摸啊！哼，穷鬼，你买得起吗你？摸坏了你赔得起吗？你有取死之道。死咒术那生杀予夺全无任何代价的能力，是否让我产生了视寻常人如猪狗的想法？我的心态是否远远落后于我所获得的力量？你别看我穿成这样，其实我只是不习惯高调罢了。其实我还是很有钱的。说你是第一次进城的乡下土包子，你还不认？这可都是正正经经的灵药和炼丹。你听说过哪个修士老爷看得上凡人的世俗金银？你这些钱放在其他低端地方能让人叫你爷，可在我这里，你连被叫一声狗的资格都没有。滚一边去！别在这妨碍我们赚钱！在你这里消费，你还不乐意了是吗？什么时候消费者变得这么卑微了？难道你还想对我动手不成？啊！仙人老爷，有人闹事！就是你要闹事。没错，没错，就是他。一个不知道打哪里来的叫花子，提着袋凡人金银，就敢进咱们药庄装大尾巴狼！哎，诸位都来评评理啊！我好言好语跟他讲咱们回春堂的规矩，他倒好非但不听，结果他还不乐意，想打我一顿呢。算了，反正也不重要。回春道友每年给老夫这么多，只是让老夫帮忙坐镇一下桐叶城分部。可惜收拾了几个不长眼的毛贼之后，就再也没人敢来捣乱。虽然你只是个区区凡人，但也无所谓了。不对，你这个肉身，先来1亿年寿命再说。投入过量寿命发动死咒术，居然会是这样的结果吗？敌人的肉身神魂将会在连他们都反应不过来的时间里，直接腐化成灰。饶命！这小人一夜长目，不识泰山，冒犯了您老人家，我愿意以死赎罪，只求您老人家能饶我一命。看来你真是脑子都不清醒，说点话都前后矛盾。你就饶过我这一次吧，不凡。我倒是愿意给你一个活命的机会，前提是你聪明，至少不能哭，不能打扰我的心思。我不哭，我不哭。那就行动起来吧。把你们药铺里所有有价值的灵药和灵丹都给我打包，我要带走。哎，记得不同的丹药要标上标签。这是，好吧。留他一命，果然能帮我更快收拾战场。我已经把我能做的全都给做完了，你能饶我一命了吗？放过你，其实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。可我干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
肯定会有人想查出真相的。你会，公主？不会，我一定紧咬牙关，不会跟人说一个字。天真！你今天能为了活命帮我做事，难道明天就不能为了活命把我的事情全给抖出去？那些修士老爷还能搜魂呢，你根本就保守不住什么秘密。如果饶你一命，注定会让我的处境变得更加危险的话，我凭什么还要继续遵守诺言呢？你骗我！你这个骗子！你给我站住，不要动！不对吧？我怎么没在回春药铺里见过你？回春药铺里根本没有你这一号人物才对，你怎么会从药铺的后门里走出来？我现在立马让人去报官！前面99拜都过来了，没想到在最后这一哆嗦上却出了点问题，只能送你们上路了。送这么多人一起上天堂可是很累的。先在同桃城待一段时间再说。带着这么一大包东西去做非洲，太显眼了。先在城中把这些药物消耗一波，等风头过去再走。这么多东西里面，其实对我有用的，也就那么几个。好像是花了大力气，打劫了一堆对我没多大用的垃圾啊。前几天的时候，药铺掌柜可是明明确确跟我说，他们却不开门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是啊，是啊，今天我已经订好了一瓶丹药，结果却拿不到。药铺里的阵法怎么没了？回春药铺竟然被人洗劫了！这件事怕是要闹大了。回春药铺惨案已经成了全城的热点话题。你确定这就是玄逸子酒道友？你跟我说，一位元婴高人，连哼都没来得及哼一声，就和店内其他人一起成了这副模样。那动手的该是何等存在？化神老怪吗？那等强者为何会来到同界城，却没有任何人提前得到消息？为何会看得上这里那些价值不高的东西，还全都给搜刮一空了？刚刚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也像你一样感到震惊和不敢置信。但除了这个解释之外，又还能怎么解释眼下的情况呢？经过我们的调查和取证，事情的脉络已经很清晰了。那个人先是秒杀了包括玄逸子在内的药铺所有人，搜刮所有东西后从后门离开，途中应该是被后巷其他人家发现了踪迹和端倪，导致那些人也惨遭横祸。这其中自然有着诸多疑点，比如药铺内莫名出现的脚印，比如目击证人口中那个像是逃难来的土包子。但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这个人物有瞬间秒杀一位元婴大修的实力。这就已经足够了。接下来的事情，我们同志城将不会再插手，以免灾祸蔓延到我们身上。就算是你要和那幕后真凶不死不休，也请将战场带离同业城。连你都不敢插手，我又怎么敢继续追查下去呢？
这件事，我也只能是打碎了牙齿往肚里咽。我未曾在外树敌，也没有得罪过这样的强者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如果真的有仇，直接来找我不是更好吗？你有没有想过，那人其实并不是想要你的性命，而是想要警告、敲打你一下呢？回春真人，这分店的损失，怕是要你亲自去总堂解释了。多谢。老马，老马，你要尽快变得强大和聪明起来啊！非洲上可没有你的位置，我是没法带你去皇城的。留下来之后，你得自己努力活下来啊！是你们啊！我不是说过很多次了，我不太喜欢搞交际，也对你们没有什么兴趣。小哥，我明白你的想法，你这个年纪的人会讨厌人际交往是很正常的。但这世上的东西，只要存在，就一定有它的道理。这是我们卤的猪蹄，多了一些，就给你送来了。劳烦二位跑一趟，顺路而已。兄台，你这匹马看起来可不太一般啊。莫非是传说中的异兽灵兽？没什么，吃了2天灵药，这畜生就长成了现在一样。还望仙师能够……我不是什么仙师，我只是一个有点运气的普通人而已。即使如此，你也已经在这条路上超过我们不知多少了。只要你能够拉我们一把，我们愿意付出任何代价。甚至有这永生勇士给您当牛做马。长生，真就这么吸引人吗？我不日就将启程前往大楚皇都，这匹老马追随我良久，一时间却没有什么托付值得可信之人。您放心，我们一定帮您把这匹马照顾好。哪怕是我们饿死了，也绝不会让这匹马少半点吃的。善。这是给凡人延寿的，吃下去，活到150岁不成问题。多谢，多谢。这就是非洲啊！
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我的船舱，我花了整整10万两银子买来的。先到先得，你自己来晚了，怪得了谁？那照你的意思是，我那10万两就算是打了水漂了？你可以去我的床上睡嘛，我还是很有人情味儿的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想和我一起睡？这是什么招数？原来你也不简单。1000年的寿命，居然修不死他。让我来会一会你。狮子搏兔，一尽全力，以后不能再小看任何一个人了。真是的，在哪儿都能遇到这种烂人。酒葫芦会自动生成酒，这应该不可能。应该是之前那个醉鬼往里面装了大量酒水。应该是之前那个醉鬼往里面装了大量酒水。还挺好用的。果然不愧是皇都，云台都是我所见过最大的。师叔，师叔，这个老水鬼不会已经醉死在非洲里了吧？开船。请问你在这一趟飞船上见过一个老酒鬼吗？他手里有一个朱红色的酒葫芦，里面的酒永远都喝不完。来到皇都，首要之事当然是租房。外地人来租房，是。这是我手里唯一还空着的房子了。你要是中意，1个月5两银子。1个月5两银子，这么贵？而且这还只是一个厢房，难道就不能整院出租吗？这个价格在皇都很正常了，你要租不起就别来了。整屋出租必须租5年以上，而且还要先付奉所有的钱。好，这间我租了。按照下的进度，大概在1个月，我就能吃完所有对我有用的药物。然后就是要想办法获取新的修炼资源了。难道又要去抢？冷静。皇城不比他处，一旦事情败露，我的下场会很惨。这里的租客都给我滚出来！收
你凭什么这么做？我们是正正经经签了契约，付了钱的。就凭老娘现在是这小院的主人，我就有权利把你们这些外地来的土包子给撵出去。尤其是你们俩，房租都已经拖欠多久了，还有脸继续住在我家的屋子里？总之我们是签了契约的，这个月的房租也都已经按时付了。契约？什么契约？契约？什么契约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老公人死了之后，为了去除晦气，我把和他有关的很多东西都烧给他了呀。你以为你把你手里的契约烧了就没事了吗？别忘了，我们手里还有一份。这就是他的遗诏吗？刚来皇都，还是低调为好。死肥婆，你给我看清楚了，上面白纸黑字写着什么？这是你能抵赖的吗？哪有什么契约？我怎么没看到啊？放开我！我看你们就是一些趁我老公不注意强占了我家房子的流氓小偷。老娘我心善，就不押你们去见官了。你们自己快快收拾东西，然后滚出去吧。白纸黑色契约就在我手里，你眼睛瞎吗？是吗？这真的是你和我那个死鬼老公缔结的房契吗？太远了看不清，你拿来给我瞧瞧。自己傻，还以为别人都是。同样的招数还想对我用，第二次，想让我搬走也不是不行。先把我已经交了的那些房租和押金翻10倍退回来，再给我磕头道歉。还愣着干什么？我花钱雇你们来，是让你们来看戏的吗？还不快点给我上！别把人给打死了，先打断他的四肢再说。我非要亲手报仇不可。发现道理说不过，就要诉诸于武力了吗？为什么哪里都是这样？为什么这个世道如此的黑暗艰险？为什么我这么善良的人，总是会遭遇这些黑暗的事情？小子，下了地狱再来感叹吧！像你这样的外乡人，在皇都无亲无故，无人在意，哪怕尸体在臭水沟里被老鼠吃完了，也不会有人在乎的。哼，杀了你哥几个，什么事儿都不会有。下辈子投胎的时候记得聪明点，就乖乖在自己的乡下村子里趴着吧，别再心怀幻想往皇都里扎了。这里不是什么实现理想的天堂，这里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地狱。周易早就已经等不及了。哼，对付这些人，就像是猫抓老鼠一般轻松。可惜了，
这里毕竟是皇都，我的顾虑太多，不然的话，我其实已经留手了。我还是太善良了。像我这么善良的人，很容易吃亏的，将来还不知道要被多少人骗呢。堂下何人呢？堂下何人？奸夫流亡氏在此。几日前，奸夫两人意外落水去世，只留下我们孤儿寡母。为了生计，为了孩子的未来，我不得不开始梳理丈夫留下的家产。结果这才发现，我家有一处院落居然被这些不知从何处而来的外城流民给霸占了。奸夫去找他们讲理，反被毒打一通，就连过来帮我说话的远房表哥等人也是身首异处。请青天大老爷为民妇做主啊！看你小子白白净净，气度雍容，本以为你是个人物，没想到却是如此穷凶极恶的歹徒。大哥，你这决定也太草率了吧！你都还没审呢。那就审一审吧。你姓甚名谁？家住何方？今年什么年岁？为何要强占流亡氏的房子？又为何要悍然出手杀人？冤枉啊，大人！冤枉啊，大人！我什么时候出手杀人了？小人只不过是和那几个壮汉起了点冲突，他们又是刀又是铁钩，长得又魁梧健壮，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，向我围了过来，还要砍我。我当时实在太害怕了，这才和他们打了起来。可能是肾上腺素爆发，我把他们都打倒了。只是这下手轻重实在没法控制。你胡说！你杀人害命乃是事实，有死尸和大量的人证可以确认。本官面前岂容你抵赖？来人呐，把尸体抬出来！骗我就要让这小子心服口服。难道我今天就是游离阳蒙冤受辱了吗？当着被你杀死的可怜人的面，你还有何话说？小人当然有话说，我只是打伤了他们，他们的死与我无关。大胆狂徒！本官面前，岂容你如此狡辩？本官已经差仵作草草验尸了，他明确地告诉本官，这两人就是死在你制造的伤势之下。那也和我没有关系。我只是打伤了他们，真正让他们死去的元凶其实是失血过多和伤势持续恶化。我动手时自有我的分寸，并没有想要杀死他们，只要他们及时得到救治，还是可以活下来的。他们之所以会死，就在于某些人反应速度太慢，没有给他们及时的救治，还请青天大老爷明察。我要是有你这样的脸皮，何愁在官场上混不开呢？还好你只是个凡人，不然要是让你跨上修行道路并当上官，还不知你将来会在朝堂上走出多远，祸害多少人呢？大人怎么能这么说？就比如说，年幼时一顽童将另一顽童推到地上摔了一跤，几十年后，那摔了一跤的顽童老死了，难道他的家人能告另一个顽童杀人害命吗？够了！现在，立刻，马上把他给我拖出去砍了！果然，你早已收受了贿赂，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要公正公平地审理这个案件。
大胆狂徒，死到临头，居然还敢胡乱攀咬本官！县太爷是个好人啊，他自己获得了永恒的安宁还不够，有这样的好事，还不忘你们这些好兄弟。这真的值得吗？为了一套房子，居然闹出了这么多的人命，还是在县衙里闹出来的。看来这背后还有些我不知道的事情了。你居然敢杀害我们龙虎帮这么多兄弟，帮主不会放过你的！不要这么敌视我。想清楚了？你不杀我，只是因为你想要从我这里得到一些信息罢了。你不要想着能够从我这里得到什么。我什么都不会告诉你的。何必呢？你一个混帮派的小混混，一个月才拿多少钱啊？干嘛这么拼命？仔细想想，那所谓的龙虎帮，真的值得你拼死为他们保守秘密吗？当然不值得。我只是不想让你得逞罢了。你把我弄成这样，让我这辈子算是废了。下半辈子我只能当个终日躺在床上的废人。且不说我家里人还愿不愿意认我，但是我这些年结下的那些好些仇家，就不会放过这个机会。我一定会死的，而且会死得很惨，还有很大可能会连累家里人。而这一切全都拜你所赐。哪怕跟你说了我所知道的信息，我也还是会死。那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呢？你什么也别想从我这里得到。蠢货，我都已经知道你是龙虎帮的人了，难道就只能从你这里得到我想要的消息吗？我难道不会去问其他人？是时候结束这件事情了。其实我不是专门做租房这一行的，只是要供青云读书，需要花费很多钱。我自己年纪又老了，干不了什么重活，赚不来什么大钱，于是就只好将自己的房子租出去一间。小伙子，以后你就住这间，咱们一家人一起吃苦，别客气。这就是我儿子青云，怎么样？看起来就是个读书的苗子吧？我听说朝廷现在开科取士的标准已经变了。诗词文章不重要了，从今往后，但凡能够入朝为官的，都得是飞天遁地的仙人。你待在楼上读书，真的有用吗？青云，这是真的吗？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啊？花钱给你买了那么多书，好像都没用了。你这副身子也干不了什么大活，将来你可怎么养活自己呀？爹，你先别急，事情还没那么严重。大楚的确是得了一份天大的机缘，
这才能够从普通世俗王朝向着修真国度演化和迈进。朝廷的确也有要求入朝为官者皆为修行者，但目前大楚还没有完全化为修真国，目前还处在一个演变的过程当中。演变过程中自然有演变的活法和前进道路，修真国自然也有修真国的标准和晋升之阶。你放心，你儿子我早就已经全部摸索好了。我在去年就已经找人我看过根骨，确认我能够踏入修行之路。只要我能够在科考中考出一个不错的成绩，得到监考先师的认可，就能够进入翰林院深造修习仙法，然后自然而然就能够成为修行者，入朝为官了。这么说，我家青云要成为高高在上的仙人老爷了？居然是这样吗？看来大楚的情况比我所想象的还要更加复杂一点。这个时间很正常。对于凡人来说，这是7、8代人的家族历史；对于凡俗王朝来说，已经足以走完一个王朝从开始到结束的全过程。但对于生命漫长的修真者和修真国来说，这点时间不过弹指一挥。对于那些最早开始迈入修行之路的老家伙来说，甚至不过只是一次闭关的时间罢了。他们不仅不会觉得慢，还会觉得有些快和惊喜呢。按照正常王朝的寿命来说，大楚早就该覆灭掉了。可开始向着修真国演变化之后，大楚不仅没事，反而还变得更加强盛，每年都在向外疯狂扩张。这样的情况下，王朝内部的矛盾不知该有何等尖锐。如果不是如今的大楚王朝高端战力实在太强的话，恐怕早就已经被推翻了。矛盾再大又如何？没有足够强大的力量，所谓的仇恨和愤怒，只能说是一个笑话。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，弱肉强食。李青云的眼光不行，看不到更远的未来。当整个楚王朝都修真化之后，那些现在饱受苦难和压迫的人里，难道就不会出现强者吗？当他们强大起来，拥有了话语权和力量之后，难道不会清算过去的一切？到了那个时候，楚王朝还能继续存在吗？还能压得住吗？还是需要变得更强啊！麻烦，真是麻烦。回春药铺、荣王府、地光拍卖场、药王阁、满血角斗场，这些在皇都中大名鼎鼎的建筑和组织，居然都是挨在一起的。而且他们看起来像相熟，人员彼此流动相当频繁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一家缺失，其他人和势力不到1分钟就能发现不正常，然后出手调查，并群起而攻之。这样的情况下，恐怕死的就是我了。难道我真的要金盆洗手，踏实做人？为了赚钱，我终于开始正常营生了。铺子离李家小院不远，卖的就是酒鬼葫芦里存下的酒。到底存了多少酒，我也不知道。这生意能做到什么时候，更不知道。刚开始1个月，基本没什么客人。后来生意慢慢红火，多亏醉狗灌进去的都是好酒，回头客也越来越多。这就对了，生意做起来，日子
总会越过越好。葫芦里的空间像是分割的，我没法力驱动它，只能让它随机出球。这种琥珀色、玛瑙色的酒，不是普通酒，原来是灵酒。这是修行者喝的酒，不能往外卖，先留给自己。日子本来平静，外面却慢慢开始风起云涌了。有这么巧吗？一边是这条街原本收保护费的人，一边居然是龙虎帮。这个帮派原先不是在平安县吗？怎么跑到静福县来了？你们之前的钱是交给别人的，现在这条街归我们龙虎帮罩着，重新交钱。这段时间死伤了不少兄弟，死帮派你兄弟，得多拿点钱去抚恤。哎呦，你是卖酒的呀？红哥，你不知道吧？这家酒铺子很有名的。听说一些富贵人家经常会让人来这里订货呢。哦，连那些富贵人家都认可，那我就更得尝尝了。小子，你要干嘛？想喝酒可以，先交钱。想白吃白喝，不行。小子，你的脑袋坏了吧你？老子喝你的酒是给你面子。这世道，就当自己想平静，也静不下来呀。之前才让这里的人懂规矩，现在又得给龙虎帮立规矩了。砍死他！他们终于明白了，眼前的事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想象。仙人老爷饶命！我们再也不敢了！
或许我的本质就是个无可救药的圣母吧。长痛不如短痛啊！善良的我，见不得有人在我面前这么痛苦。是，这对红哥来说，说不定还是件好事呢。饶了我吧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原本我是打算饶你一命，让你带我去一趟龙虎帮的，可我没想到，你居然废物到这种地步，被这种小场面吓成这个模样。我能带你去，只要你能饶我一命。不必了。我嫌你脏，更嫌你臭。没办法，我就是如此善良有爱的人。赵老板是要去龙虎帮吗？周少侠，是我。没错。我知道龙虎帮总部在哪里，可以让人带你过去。可以。这是我侄子，他给你引路。这里的尸体和污垢我来处理。那就多谢了。这是一笔交易，他借我出气，我借他报复龙虎帮。没有想到啊，小赵居然还有这样的身手。他这样的人，居然会甘心守着一家小小酒铺。他的背后一定有故事。这里就是龙虎帮总部了。多谢了，你可以回去了。站住！站住！你是什么人？和他们相互间，就某些非常重要的事情交流一下。你一个小小的商户，居然也想和我们当家的当面对话？我不明白你们在笑什么。有这个功夫，不如进去通知一下。你想谈些什么？你代表着谁？难不成是想让我们给你们少收点保护费？喂，你是干什么的？谁让你关门的？死咒术发动了。空气被高速切割的声音，飞剑。飞剑。如果是在之前，我早已身陷险境。可惜现在的我已经变了。你果然不简单，
怪不得敢单枪匹马杀上我龙虎帮！你这是什么法术？我头一次见到，居然有人能够定住我的飞剑！你究竟是什么东西？对视吧，看看你能不能承受死亡。这怎么可能？果然是修士用的飞剑。哼，不错，不错，不愧是修士用的飞剑。大哥，我们和你到底有什么仇什么怨？你为什么要杀害大哥？不为什么，只是因为他想要我的命罢了。他自己找死，谁也救不了。天作孽，犹可恕；自作孽，不可活。放心吧，我是有口皆碑的善人，不会让你继续这么悲痛下去的。我这就送你下去，和你心爱的大哥一起作伴。大爷饶命！咱们冤有仇债有主，谁得罪了您就去找谁的麻烦，好不好？跟我没关系啊！你这副样是在什么？你不是和你大哥感情深厚，要找我报仇吗？我那不过就是演戏罢了，江湖上不都是这样的吗？在这种时候表现得忠心一点，就可以获得新老大的额外关注和赞赏。我哪知道您老人家这么实诚，都不带说招降我的，直接就要杀人。我不太喜欢有人跟我玩心眼，尤其是弱者。以后一就是一，二就是二，再敢玩这样的小手段，我可不能保证一定能听到你的解释。明白，明白。以后小的一定在您手底下好好干。我在你身上下了手段，一念间就能决定你的生死。应该的，应该的，这都是应该的。介绍一下自己和龙虎帮吧。小人赵虎，刚刚死的那个是我的结义大哥张龙。我们都是从皇都外进来混口饭吃的散修。皇都的情况对于散修来说实在太恶劣了，没有办法，我们只能选择成立帮派，欺压普通人。龙虎帮这个名字就来自于我们的名字。听你的语气，好像还挺委屈。欺软怕硬，你还有理了？怎么，那些宫监贵族惹不起，欺负欺负普通人，就能让你们过得好了？还真是这样。这里是皇都，很多看似平常的东西，其实都有很高的价值，甚至会演变成传说中的法宝，这都是机缘啊！虽然我们的运气不是那么好，但这些年里也是有所收获的。就比如您手里的那把小剑，不然我们这种散修哪里能得到如此精妙的御剑之法？张龙那死鬼也不可能获得如此神妙的飞剑，我和他更不可能这么快一起晋升到炼气9层。继续往下说，我还想听呢。你给我解释一下，你们组建帮派欺男霸女收保护费，怎么就能够提升修为了？你是赵虎一了？这，您不知道吗？
我应该知道吗？闲话少说，快点解释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大楚王朝不是要从凡俗国家升级，一跃而成修真国吗？这种事情是有讲究的，作为国都，更是其中的重中之重。整个修真国的演化和升格，都是以国都这个源头辐射演变而来的。这个地方流转着我们无法察觉的气，这股气会催生龙脉，会催生人杰，还会催生各种根骨奇佳的修行奇才。它还会催生出各种各样的秘宝和机缘。那些房前屋后看似寻常的东西里，可能就藏着珍宝。只要有一双能够发现美的眼睛，就能把它们打开，获得里面的机缘。这机缘可能是道典经文，也可能是法器法宝，还有各种天经地髓。你的意思是，那些上好的地段和会有机缘警报的地方，早被大势力和权贵占完了？你们这些散修，就只能涌进差一些的地方，组建帮派欺压凡人，再和其他散修生争抢。您理解的一点不差。其实我们的处境还要更惨一些。那些上宗和大家族太贪婪了，原本是他们吃肉我们喝汤，现在连边缘的汤都不愿意给我们喝。现在还能在皇城里存在的帮派，背后基本都有这些人的影子，都是他们的代言人。我们这些散修在普通人面前是个人物，在他们面前其实都是苦工。找到的机缘和奇物，基本都得先给那些大人物上供，等他们挑完了，才能轮到我们。对，是江宁侯。原来是他，怪不得你们龙虎帮最近风头这么响。不过这都是以前的事了，以后恐怕就没有龙虎帮了。江宁侯府的人很强势，他们只收购，不接受合作，而且他们格外厌恶局势失控。如果让他们知道您今日强行杀上门来，恐怕不会善罢甘休。你想啥呢？既然他们不会接受，那别让他们知道不就好了？这是不可能的！张龙是大当家，我是二当家，绝大多数时候都是他出面和江宁侯府沟通，少部分时候是我们两个一起出面。江宁侯府的人只认这个模式，在他们眼里尊卑有别，必须分清楚。我们根本不可能绕过张龙，直接和他们交流，更不可能取得他们的信任。一旦张龙长时间不出现，江宁侯府必定起义。普通人的手段是骗不过他们的，修行者眼光毒得很，还有神识。谁说我要易容城？张龙的样子骗人了。你直接就去和江宁侯府的人说，你和张龙之间发生了火拼，你把张龙帮给干掉了。从今往后，你就是龙虎帮的新任大当家，让他们支持你不就完了？啊什么？你们两个经营的是帮派，彼此间发生火碰，小弟要上位，这种事情不是多如牛毛？更别说你们还是散修了。散修之间发生这种事情，不是更加寻常？我相信他们会理解你的。如果他们不理解我，也不支持我，反而恼羞成怒，要当场将我干掉呢？你就放100个心吧，我会和你共同面对的。如果他们真的不识相的话，那我也就只能把他们干掉，带着你隐姓埋名，亡命天涯了。那还真是
希望他们能够识相一点啊！别废话了，现在就处理掉总部内那些知道内情还不服管的人，拉一派打一派，正式确立你这个新任大当家的位置。然后递消息给江宁侯府，让他们过来吧。先斩后奏，梁他们也说不出什么来。把目前总部内的人拉拢一批，分化一批，打击一批。去告诉他们，张帮主今晚要在总部给他们庆功，让他们回来参加。记得不必携带刀刃。卑鄙！你一个练习9重的大高手，对付我们这些小虾米，居然还提前在酒里下毒！无论是已经死去的张龙，还是这些张龙留下的心腹，都已经无关大局。就算今晚的计策失败，这些人集体反叛华炼，我也有足够的信心，能够将其全部镇压。今晚这场戏，不知道赵管事觉得怎么样？赵帮主好本事啊！这一手先斩后奏，让老奴我现在都没回过神来呢。你赵大帮主是翅膀硬了，已经不把侯府放在眼里了。既然如此，那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咱们从今往后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。我倒是要看看，没了侯府的帮助，你赵帮主能把龙虎帮带到什么地方去？赵管事哪里的话，就是给我100个胆子，我也不敢在您面前拿大呀。龙虎帮能够走到今天，其实无论是我还是张龙，心里都很清楚，我们自己的努力拼搏什么的都是狗屁，靠的全是侯府的照顾和情面。我一个散修，一介地痞流氓，哪有那个胆子甩开侯府单走？哼，你不敢，我看你敢得很。不经侯府同意，没有任何和事先知报，你就敢杀了张龙，自己上位，还当着我的面屠杀张龙的心腹手下。赵虎，你的胆子真不是一般的大！您老人家言重了。哼，我和张龙都是散修，彼此反目成仇，不是正常的事情吗？我们又都身处于帮派这样的文化环境当中，发生点火帮之类的事情，再正常不过了。其实对于侯府来说，谁来当这个龙虎帮的帮主，并没有什么区别，也不重要。真正重要的是要让龙虎帮继续存在下去，并且持续发展壮大。因此，只要新帮主能够比旧帮主更强、更有能力，那一切就都无所谓。照你这么说，其实我这个管事的位置上坐的是谁也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能够忠心耿耿地为侯府办事就行了。哼，赵管事，你要这么说就没意思了。大家都是成年人，为了个已经死去的人彻底闹包，乃至坏了侯府的大事，谁都担待不起。我知道一些张龙和你之间的事情，只要你帮我成功坐稳龙虎帮帮主的位置，真的？你可要想清楚了，张龙给我的可是每月1次上供，你真要每月翻倍给我，到时候你还有能留在手里的吗？答应。哎呀呀，小赵啊，你说你也真是的，咱们大家都是为侯府办事，帮你美言几句是应该的，你怎么还这么客气呢？应该的，应该的。您的年纪都快可以当我老爹了，我爹死得早，一直没能尽孝，正好在您老人家这里补上。护法交代的事，办妥了。好，好啊！
你放心，这件事我一定帮你办妥。演技不错。那个人不简单。的确不简单。据我所知，虽然同为炼气9层，可张龙无论是法力还是法器，都比他强了不止一招。可最后的结果却是他毫发无伤地坐上了龙虎帮大帮主之位，张龙则凄惨死去。赵虎这小子是有勇有谋啊！我说的不是赵虎。啊，不是赵虎，那你说的是谁？是一直站在赵虎身边，一动不动，好像只是个普通龙虎帮帮助的那小子。进入此人一丈半距离之后，我们就等同于落入到了他的领域之中，一举一动都在他的监视之下。当时若是起了冲突，肯定是对方占据先手，我都没有那个把握能够带着你活着从里面冲出来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见到赵虎强行拉扯着你坐下谈条件的时候，没有发作，没有配合你的原因。看来我这位干儿子的确不简单，居然和干爹我想到一块儿去，各自都安排了一个伪装成普通手下的高手陪在身边。不用紧张，只要他还是我的干儿子，只要他还用得着我，他那边越强，对我们就越有利。希望如此吧。真要每个月都给这个管事上供这么多？虽然行是行，可这样一来，我们就真的什么汤都喝不到了。这种情况下还要维持龙虎帮的运转和排练，那不是亏钱吗？急什么？目前不是还需要你这位好干爹去帮你做事吗？等事情办完了，再杀了他不就好了？有什么变故吗？是的，龙虎帮今晚发生了天大的变故。先斩后奏，这是根本没把侯府放在眼里。看来这些散修还是野惯了，不知道什么叫规矩。这帮主之位，本侯给他的才是他的，本侯不给他，他就不能抢，也不能夺。说吧，那赵虎给了你多少好处？都在这里。这个赵虎是你非要力保的，那你就要能够控制得住他。将来这个白眼狼要是敢反噬侯府，你就和他一起去喂狗吧。成功了！江宁侯府居然真的承认了我这个帮主。好，好，好，终于是能正式开始我的计划了。啊！计划正式开始。之前的那些不是计划吗？是啊，但那都是在给我真正的目的铺路，算不上是我的核心计划。打开看看。筑基丹，这居然是筑基丹！不信，不信，那就打开看看呗。
居然真的是筑基丹，而且还是整整3粒。能打开吗？修行者的储物戒都和其主人深度绑定的。一般来说，品质越好的储物戒越难打开，在正消下，龙虎帮等美智。修为足够高的强者可以打开品质差的储物戒，如果修为低，又遇上品质极高、原本属于强者的储物戒，就需要一段时间的水抹功夫。如果是你，要打开这个前任主人乃是元婴期强者的储物戒，需要多长时间？元婴期，恐怕直到我的寿元激进，也打不开这枚储物戒。不过，这只是我的寿元和修为一直卡在炼气9层的情况下。如果我能筑基的话，那有希望在有生之年打开这枚储物戒。如果我的修为变得更强，境界变得更高，那打开储物戒的速度也会大大加快。那你就先拿这些品质差的练练手吧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你自己的修行也不能撂下了。至于筑基丹和其他资源，只要你忠心耿耿，为我做出贡献，我是不会忘记功臣的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力气帮助你坐稳龙虎帮帮主的位置吗？因为看我长得老实，想培养我。因为我要销赃。这些东西在我手里没什么用，我需要用你的身份和势力，把这些东西给流出去。这些全都要卖。这对于我们来说，好处可不是一般的大呀。摊位的租赁费就不说了，更重要的是，从今往后，散修里出了什么好东西，大部分都要来咱们这里卖。咱们能第一时间知道，自然也就能第一时间购买。好是好，就是苍蝇和麻烦更多了。有劳老大您帮忙镇场子了。要不是有您在，我这龙虎帮和鬼街早就让人打烂了。那就干脆打一场吧。打一场吧，让龙虎帮继续扩张，这样你在那些帮众眼中才有威望，才能胜过张龙。同时，在此中狠狠杀一批人，才能让他们知道你不是好惹的。赵虎，你欺人太甚！我有着君子之风，才没在你们龙虎帮内讧衰弱的时间里对你下手，结果你居然还敢对我动手！老虎不发威，你当我是病猫啊？真以为我是好捏的软柿子？你好不好捏，我还能不知道？到底好不好捏，你今天就能知道了。赵虎，天堂有路不走，地狱无门你自来投。今天你就别走了，和你的龙虎帮一起埋葬在这里吧。可是真要放任不管的话，接下来我肯定会被替换的呀。等汪府的人彻底掌握了龙虎帮上下之后，他们还会容得下我吗？
相比起我这个不怎么受控制的帮主，扶持一个傀儡上来，不是更简单、容易和能够接受的事情？不用太过担心，这都是发展中非常常见的问题。不让侯爷觉得自己真的完全掌握了整个龙虎帮，他又怎么会加大对龙虎帮的投资呢？放心吧，你不是还有我吗？那些人都已经被我打下了烙印，生死都在我一念之间。只要他们敢过线，我不会让他们活着离开的。我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也像你一样不敢置信，但没办法，事实就是如此。赵虎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家伙？这消息传得满城都是，连江宁侯都躲不过了。侯爷，这回你侯府可真是捡到个狠角色。诸位说笑了，说笑了。侯府和龙虎帮的事，就按如今的路子继续往下走。侯府有令，我等之后只负责协助赵虎管理帮务。先生放心，破解储物界的事，我绝不会懈怠。从今日起，你们二人分别任2帮主、3帮主。这批储物界，你们跟我一起破解。终于能挤出时间修炼了。炼气10层了。这枚筑基丹，赐你了。多谢先生。等我修到炼气10层大圆满，便可突破筑基。这日子是过得越来越稳当了。平淡的，就连想走捷径的散修都不见几个了。又是这样无趣的一天。劣质储物界都断了，咱们怕是快解脱了。再等几天，我就把稍好一点的那批储物界拿出来给他们。平淡点也好啊，平静就代表着没有风险，我也可以稍稍把心放回肚子里，享受正常的长生生活了。这段时间，我已经完全放下了焦虑和急躁。反正我是长生者，寿命无限，完全用步不及。就算慢慢谋划，慢慢进步，也终有无敌天下的那一天。来到皇都已经1年多了，我已经很久没嗑药了，可还是能够感受到自己精神和肉身的增长。一根法和养生术这2门互补的功法，只要勤修苦练，哪怕没有关于大药功绩，也依旧在稳步提升我的精神和肉身强度。这速度虽然慢，可放在我那无限的寿命当中来看，就很短暂了。四周没人，正好试试御剑。去。不错不错，虽然距离短，可我好歹也是能御剑了。经过这段时间的反复确认，我修行的一根法和养生术与主流修仙功法完全不同。至少以我的智慧和经验，还找不到将之融合的法子。
所以我无法通过正常的路子来遇见，只能用精神能量包裹着它，激发其内在威力，然后飞行杀敌。可一旦飞出我的精神领域，顷刻之间就会掉在地上，失去所有神意。很有干劲。我先进去了。爹，周易，我去了。大爷，你就别急了，你再急也急不出来什么呀。这场考试要持续整整3天呢，咱们还是回去等消息吧。哎呀，我怎么能不急呢？青云这一场考试，可是关系着我们李家无数代人的命运和希望啊！虽然他说他很有把握，看来考场内的这3天，的确是很难受。瞬间就坚定了自己绝不读书的念头。青云，爹，哪怕是现在，回想起考场活内的一切，我都有种如梦似幻的感觉，仿佛一切都不真实，只是我的一场梦境。怎么样？你考得怎么样？考上头名不敢说，但至少我这个翰林院的名额是稳了。李青云，跟我走一趟。你们不用紧张，这是要测我的根骨呢。这是当下科考必要进行的一种仪式。如果根骨不行，那不管你写的文章再怎么天花乱坠、妙笔横花，再怎么得考官喜欢，最终都不可能榜上有名。如果根骨齐佳，那还可以凭空给你多加些分数。放心，我早就让人给我看过骨了，我在这方面没问题。我能被要求着进入这一流程，那就代表着我的文试已经过了。白酒，今天必须白酒庆祝！青云出局了，咱们都来沾一沾喜气。再过几日就要放榜了，到时候我就要进入翰林院修行，可能很长时间都不会回来一趟了。你还不说说你的目的吗？你这话是何意？难道不是吗？你来到皇都，住在家里，已经快有1年半了吧？这段时间里，你先是深居简出，后来开酒铺，做正常营生，再到后来，你突然关了酒铺，开始变得行踪诡秘起来，没人知道你在做什么，也没人知道你的钱从哪儿来。总之，你每个月都付着高额的房租住在这里。我的直觉告诉我，这绝不是你对这里有了感情那么简单。我马上就要走了，家里就剩我爹一个人，我不希望他跟一个来历不明、目的不明的人整日住在一起。如果真要说什么目的的话，那就是想看看你到底能走得多远吧。感觉你还是个可造之才的样子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觉得你成功考入翰林院，开始修行，一切就结束了吗？不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而已。请继续。对李家而言，你功莫大焉。你将一个原本普普通通的李家，从普通人家一跃拔升至修行家族，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让你在李家的家谱中单开一页了。但这样就够了吗？修行者当中也是有着上下尊卑和等级观念的。
并不是说你迈出了这条路就成仙了。这段时间里，我也对翰林院这个地方稍微了解了一下。不得不说，楚王朝的皇室还是挺有心胸的，愿意给你这样的贫家子弟一个机会。但这个机会也不大。翰林院里的人太多了，修行又是一个需要吞噬无尽资源才能有所成就的事情，这就导致朝廷每年拨给翰林院的资源看似海量，看似极多，可分参到每一个人头上却少得可怜，根本不够修行和日常花用。翰林院成立至今，已经是第17个年头了。进入翰林院学习和修行的第一批学子，如今修为最高者，也不过才是炼气7层。你知道这代表了什么吗？在修行界，这样的人就是最底层的炮灰和牛马猪狗，在普通人面前能逞一逞威风，可也就这样了。你跟我说这些，又是为了什么呢？你能帮我走得更远吗？当然可以。每个月，你除了翰林院下发的东西之外，还能够从我这里额外领到一笔资源。这能够让你在一众同窗当中脱颖而出，以并不怎么优秀的根骨获得翰林院更多的资源倾斜，获得朝堂的瞩目，然后在官场上走得更远。当然，这个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，一切馈赠都早已在案面上标注好了价格。目前的你还没有资格谈回报，将来你若是真的有所成就，真的走到了一定高度，我会要求你回报，告诉你该怎么做的。很公平的交易，我同意了。这么草率，不再考虑一下？万一将来我让你做的事情违背天理道义呢？难道你就不怕我是什么坏人？我的老师是曾经和我说过这样一句话：想要混官场，那就必须得先让自己的道德真空。一个道德高尚的君子，是注定是不可能在官场上走出多远的。他甚至连自己的清誉都保不住，只会沦为永远被钉在耻辱柱上，被记载在史书之上，被万众唾骂的贪官和奸臣。哪怕他没有做过这些事情，哪怕他是真的想要拯救黎民百姓。明白了，倒是我高看你的底线和道德了。我倒是要看看，你这么个没有道德、不择手段的无耻小人，能够走到哪一步。李青云上榜了！爹，我去翰林院了。去吧，去吧，给咱们李家争气。李兄真是栋梁之才，将来前途无量啊！道友，怎么了吗？没什么，没什么，和你没关系。不知道这酒是从哪里来的。道兄喜欢喝吗？我可以直接送给道兄。不用，我要知道的是这酒水的来路。我问你，今日上的这种酒水是从哪里收来的？家中还有多少？回禀少爷，这种酒水是在靖福县狗尾街上的一家酒铺里买来的。当初王爷喝过之后说很好，就一口气买了很多。这些年下来，只剩下这最后的30坛了。如今拿来招待酒会，地窖里应该只剩下不到10坛了。狗尾街的酒铺，1年多前突然消失不见的店老板，没有酿酒却一直能源不断卖出酒水的古怪，不会真的是他吧？他居然惹到了火云门的人，他怎么敢？他怎么敢的？怎么就会只剩下这么点了？既然我爹喜欢，这又是真的好酒，你难道不会去补上吗？你这条老狗是眼聋耳瞎了，还是脑子里全是水啊？
我也想啊，可那家酒铺早在1年多前就已经关门歇业了，老板不知所踪，这酒就是想买也买不到了呀。后来我走遍了全城，再也没有找到如此好的酒。管家，我问你，那家酒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酒铺中只卖这一种酒吗？那倒不是，那家酒铺的老板很是怪异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换一酒来卖。至于以前卖的酒，哪怕赚了再多的钱，哪怕客人出价再高，也不会再卖了。你知道他是怎么酿酒的吗？你知道他的酒水是从哪里来的吗？你亲眼见过他酿酒吗？没有，你说的这些，我一个都没见过。酒铺子里也没有酿酒的东西和器具，就只有几个装酒的大缸子。无论前一天酒水卖了多少，到了第二天再去看，酒缸里的酒又是满的，又可以继续卖了。居然真的是这样！师兄，怎么了吗？那家酒铺有问题？不是有问题那么简单。不知可否带我去那家酒铺看一眼？小王爷，采购那么多酒水，总不可能只靠着管家一个人吧？你的府中应该还有其他人知道关于那个酒铺的相关信息，为何不把他们找出来跟我们说一说呢？这倒是可以。只是火云门的道兄日道知道他们前脚刚走，我们就在后面探寻那个酒铺的相关情况，恐怕不会高兴。到时火云门的道友若是怪罪下来，你大可把问题全都推到我的身上。一点点好奇而已，他们还不至于能拿我如何？真是抱歉了，各位。原本这是一场用来联络感情的聚会，可却发展成了现在这个样子，扫了诸位的兴。今日的事，我在这里给诸位赔罪。待到来日，我再摆一场宴，到时必不会让诸位失望，一定让诸位尽兴到底。火云门的人为何会对一杯酒这么上心？师兄，你为什么？你们入门较晚，没有真正接触过咱们那位酒痴师叔，所以哪怕是喝到了酒会上的那些酒，也没有什么发现。可我不一样。师兄，你真的确定那个酒铺和酒痴叔有关？就是那个消失了快2年的酒痴师叔，真的是他吗？没错，我可以肯定。我曾经被他捉弄过不少次，也喝过他葫芦里的酒。宴会上的酒水，就是师叔葫芦里储存的几百种美酒之一。虽然师叔葫芦里藏了这种酒，可这也不代表着天底下就只有他才能有这种酒水啊。师兄，你是不是太武断了？不，是你们太天真了。我们那位师叔可不是什么好人。每发现一种好酒，他总是强行索取，灌进自己的酒葫芦里，然后还要强行逼问索要酿酒配方，然后将酿酒的人家赶尽杀绝，确保天底下只有自己才能喝到这种酒，才能酿出这种酒，如此方才罢休。更不要说我们今天喝到的这种酒，其原产地是距离楚王朝1000万里之外的一个地方。就算是当年那个酿酒家族的人没死去，并将酒方子传了出来，也不可能会在这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就传到楚王朝这里。就算是偶然间酿出了同一种酒水，也无法解释那个酒铺主人其他的奇怪之处。结合其他奇怪之处，我大概可以猜到，此人定然是通过不知什么手段得到了师叔的酒葫芦，然后通过卖其中的酒水来赚钱。这么说来，
酒池师叔是陨落了吗？不知道，但酒葫芦是师叔绝对不会离手的，美酒也是他绝对无法割舍的。他若是还活着，绝对没有理由任由自己的法宝落在他人手中，更没有理由让人贩卖他的酒水。但师叔可是堂堂元婴级高手，他这样的存在，只是前往楚王朝新扩张的领地执行一下日常任务罢了。谁能害得了他？楚王朝及其周边的这片地区，只是一片蛮荒野土而已啊！如果师叔真的陨落了的话，那杀了他并能得到他葫芦的人，必然是比他更强的存在。咱们几个炼气筑基的小虾米去找他的麻烦，那岂不是找死吗？至少先发个信息回宗门，让宗门内的老怪物们过来压阵再调查，也来得及。我明白你们的顾虑，但这担心很大可能上是多余的。如果酒铺主人真的是杀死了师叔的人，修为比师叔还要更强的话，那以他的实力，还用得着悄没声的在一个小地方开酒铺卖酒水吗？